在讲两轮车安全时，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30公里摔一跤，相当于从3楼跳下来。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它不夸张，而是一个严谨的物理换算。这是动能的公式，也就是一个人骑车的动能等于他自身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除以2。这是你在骑行过程中所携带的运动能量。知道运动能量的计算结果，只要知道自由落体的势能如何计算，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能量对等，就可以算出一个等效的坠落高度。假设一个成年人的骑车速度是30公里每时 8.3 米每秒，我们可以换算得出，这相当于从 3.5 米的高度自由落体下来的冲击力，也就是一栋标准居民楼的3层。如果速度提高到60公里每时，也就是每秒 16.7 米，那么冲击力就相当于从14米高的地方跌落，相当于5-6层楼。相比人类的知觉，数学和物理学直接告诉我们快了多少，以及撞击力度有可能有多大。当然，结果就是随着速度的增长，动能增长越不显性，因为它们之间是平方的关系。也就是说，速度每增加1倍，风险可不止翻倍。对于交通事故，我们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不管你觉得骑车骑得稳不稳，控不控得住，一旦发生事故，冲击力不讲情面，它只讲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安全部门会强调限速、戴头盔、穿护具，因为你骑的是能跑40公里每小时的交通工具，不是玩具。大家好，我是大卫，今天我们以聊天的形式盘点一下电动2轮车的9大危险驾驶行为，没有很多的素材和剪辑，您大可以关屏听。今天这次我们只盘点危险行为，不聊改装鬼火，是因为我觉得那属于特种玩家，和咱们普通的交通参与者不是一个系统。常听人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守规矩？有的说是管理的问题，有的说是素质的问题。其实说的都对，但也都没有说到根上。根源是什么呢？这正是今天的话题要明确的问题。我会得罪很多人，但是我也要声明，并不是所有骑2轮车的人都是这样，而这样的人确实又有很多，甚至下面的某些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我个人认为这很不正常，值得说道。你可以放松，当作是听一个朋友瞎聊。先立一个 flag， 我自己平时交通工具是摩托和汽车，接娃的是另一辆电动2轮，所以这个视频不是为了歧视哪种车辆群体，该骂的只是那些骑得离谱的天才。而且说句公道话，汽车摩托圈里也有不少妖魔鬼怪。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后面我也可以来一期奇葩汽车骑士盘点，谁都有份，别急，吃瓜呗。不喜欢我的视频就不要一键3连了，但也可以点击订阅或者关注，以后好骂我，麻烦你开屏点一点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在路上疯狂吸引我注意力的电瓶车天才们都在做什么。但因为我们身处的城市环境不同，这些只是主观观察，仅供参考。第9名，不上牌套牌，真不明白，都5202年了，我到现在还能看到有人为了省一点保险费不上摩托车牌的，电自也有买来不去上绿牌的，更不要说电轻摩本应上蓝牌，最后成功上成绿牌的多得不要的。我倒是不纠结谁会给他上这个问题，因为我完全能够想象，我骑着黄牌电摩被交警赶到非机动车道，看见我是黄牌，又把我赶回机动车道，然后说了句这也能上黄牌的，这样的管理水平，胡乱上牌难道不是小儿科吗？还有一些人买完电自不上牌，直接挂个某某电动车的车牌广告到处溜，是想给厂家免费打扣吗？还有以前那种白牌是临时牌照的那种，现在不发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什么颜色的牌照。然后呢，就有人拿着旧车的这个牌照往新车上面一怼，还一本正经的说反正都是我名下的，就是合法的。还有一种操作你知道吗？有些人会去车行掏钱捐外地的临时牌照，这个操作和20年前的摩托车满街无证跑如出一辙。今天的电瓶车也是这副模样，叔叔一抓，要么跑路，要么直接不出门了，要么叔叔3年都不抓一下。不是我太挑剔，而是社会太复杂。第8名，骑车看手机，不是讲电话，是看刷某音聊某信，你死不死不关我事，但你影响到别人就毫无道德可言了。第7名，不戴护具，别杠我，有些人是不是交警一走立马摘头盔？虽然这条不像刷手机那样危及他人，但我以20多年摩托经验劝你一句，珍爱生命，远离过奔。
顺便提醒一下，电字从法律上不叫机动车，但你骑个装电机的铁架子，不是机动车是什么？法律给我们留了个面子，有些人还真的就把电字当成自行车了。要问自己2个问题：一，你有没有骑非人力车的能力？你说有，有时候打死我也不信。遇到井盖就嘿嘿嘿嘿压过去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脑子缺铁，还是因为技术不过硬，还说有能力。第二，你有没有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这条可以保命。2轮无论电字还是摩托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硬要抬杠说电字其本质就是非机动车，那我就跟你杠一下。如今大多数电字到底是时速25公里呢，还是25公里表显呢？谁不懂呢？跟我装。第6名，边骑边讲电话，右手握把，左手拿手机，一边开车一边讲人生。说实话，我混了这么多年都不敢这样的，这是真本事，不是夸，是真的佩服。第5名，斜穿十字路口，你懂的，就是那种从非机动车道斜着穿进快车道，左转直接杀到对角线的神操作。怎么说呢？很危险，非常危险。不多讲了，有机会我单独做一期视频，欢迎点关注。第4名，越线等灯，这个行为真是又恶心又勇敢，还他妈特别自私。为什么？因为在我国，大多数机动车右转是不停红灯的，你越过非机动车停止线，其实就是直接跳到了快车道右转车的前面。所以以后人家滴你的时候，你别瞪眼，那不是人家没礼貌，是你站错了地方。第3名，闯红灯。闯红灯的数量不算最多，但危险程度直接拉满，排第3妥妥的没意义。第2名，不按标线行驶。汽车这样的确很烦人，如果2轮车也这么干，基本上就是作死，还有拉个垫背的，不细讲了，大家心里有数。第1名，逆行，这可是电瓶车的传家宝技能，而且人家是群体性逆行。有一次我在快车道右边合法合理的骑着我的摩托车，忽然就看见前方黑压压的一大片电动自行车冲我而来，一瞬间我没有觉得他们错了，而是怀疑是不是我错了呢？所以这个把我的价值观强到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人去申请呢？不行，申请个非遗也行啊。看到这里，我想有经验的小伙伴一定会想，怎么超速没有说呢？这还用说吗？从汽车到电瓶车，哪种交通工具不超速？就连我老丈人的电动轮椅没事都会 happy 一下，这种过于普遍的现象咱就不说了吧。还比如我没有提到的多人并行、超载、非正常载物，还有停在马路中间打电话、发呆、聊天、打屁的一大堆，我都没有说，因为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乱，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第一点是大家对电瓶车的危险性没有清晰的认知，很多人觉得它慢，撞了也不严重。可是现在的电瓶车分电自和电摩，请问买了电自之后，真有人老老实实的维持25公里的速度骑吗？我懂的，就算有，你也得说没有。第2点，咱们国家多数人还没有形成路权意识。路权包括通行权、优先权和占用权这3个权利。路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交通参与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使用道路的这3项权利。说人话就是，假如我在这条道上，我就暂时占有了对这条道的优先通行的权利，除了特种车辆之外，任何个人以及车辆都不能够逾越或者侵占这项我暂时获得的权利。但是国人大多数对这个部分的懵懂呢，就导致了一些乱象的发生，比如前面提到的不按标线行驶啊、逆行啊、斜穿十字路口啊、越线等灯啊等等等等。但凡侵占了别人合法的路权，原则上无论从法理或者情理上，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这其实是根儿上的问题。当然，我国大多数人没有路权的意识，并不代表我国民素质不行，恰恰相反，是因为咱们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方面的法律一直都比较保守。官方语言中常用的词汇叫人性化执法，比如人行道、行人红灯、汽车绿灯。此时的法律明确了汽车有路权，而行人没有通过的权利。但是万一有行人要通过，汽车还必须要让。相对美国大多数州以及中国的澳门和香港来说，这一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他们那边，如果行人闯红灯被撞，人家汽车不光不会赔偿行人，可能行人还会被司机和当局起诉。这一点看起来他们就没有咱们这边这么人性化。但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人性化固然是好的，我们谁都希望法律有一个对人生命权的保障，但是在维护公平路权这个原则上一味的退让，会不会存在过度放纵的情况？这样说吧，咱们看效果，人性化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交通情况到底是更乱了呢，还是更乱了呢，或者是更乱了呢？我就
就负责提出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第3点，官方的宣传也从来没有认真的把电字作为机动车来管理，因此电动车的违法成本太低。为什么？答案我就不说了，因为我随便一说，评论区就会惊现无脑英雄为制度洗地，请原谅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回家了，你走不走？我是大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遇到过的奇葩，一键3连，点赞转发订阅安排加，让更多人加入这个话题。